网红打卡点。建筑师是狂热的埃及粉。发现了一颗蛋，雕像是曼德拉的，这个斑马肉好像是刚烤好的。我把鳄鱼肉切开了。我们来到南非的第一站是先民纪念馆，它坐落于行政首都比勒托利亚南部的山顶上。导游去买票说，一开始这个博物馆的售票处在大门口，改到了第一边，是因为大门口会被抢，黑人过来会抢钱，就抢他们卖票的还有客人。先民博物馆，但是我一直觉得其实挺讽刺的，它这个先民纪念的并不是在非洲的黑人，而是那些荷兰的白人。为摆脱英国在开普敦的殖民统治，数万荷兰裔布尔人被迫向南非内陆大迁徙，他们与当地黑人部落王国谈判，希望能获得部分土地定居。据说是本来他们和黑人商量好的，就是白人在白人的地儿，黑人在黑人的地儿，互相不干涉。结果没想到这帮黑人他不守信用，偷袭这些白人，就把这些荷兰的白人给惹急了，他们就开始跟黑人开战了。他人数又少，打着也费劲，最后他们是怎么赢了的呢？是因为黑人的迷信，黑人把这些白人追到了这个河边上之后，河上起雾了，于是黑人认为这一定是神灵在阻止他们，决定第二天再进攻，于是就给了这些白人喘息的机会，给他们的火枪填充弹药。第二天开战的时候，他们用火枪打中了这些黑人骑的那个角马的屁股，角马群一惊一乱跑，大量的黑人当时是被角马踩死的。状况惨烈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这些被踩死的和被打死的黑人的血全部都进入到了河里，那条河都变成了一条红色的河。这场战争就被称为血河之战。比勒托利亚这个名字也是这个荷兰人的名字，他们这边的黑人管这个叫茨瓦纳，这个是他们黑人的一个英雄的名字。这个地方其实你几乎见不到黑人的游客，都是白人来。仿照荷兰布尔人的牛车阵，这外墙一圈全都是这种大篷马车。这个先民博物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是一看热闹，因为跟咱中国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说不好听的是，那些黑人他自己拜天起义，然后导致变成这样。这个应该叫荷兰母亲带着2个孩子，体现当时他们遭遇的残酷事实。在这个先民博物馆的4个角，你能看到有4个这个人像。我觉得可能是按照他们当时的那个4个领袖的样子来做的。我们现在进到这个先民博物馆里面了，墙四周你会看到有一圈白色的浮雕，这些都是体现当时这些先民们整个迁徙的和战斗的过程，他们与当地的一些黑人之间的冲突，都是一些当时的历史事件做成的浮雕。底下这个是他们的那个先民纪念碑，每年的12月26号，太阳就会从顶上这个小孔射下来，正好照在这个纪念碑上。是参考了阿布辛贝的设计，太阳光会射到拉美西斯2世的雕像上。我们现在坐电梯到1层去看看外面的景色。一出电梯就可以看到网红打卡点，就是这个多重门。小红书上你能看到无数人在这儿拍的照片，可以在这儿俯瞰整个比勒托利亚的全景。从这个门上去就可以进到2层，在这儿能看到那个光眼儿。上来之后你会发现那个眼儿好像是有点歪的，它歪就是调整了那个阳光照射进来，刚好照到下边的那个纪念碑。这个地板好像是32根线，像太阳光。对，这个建筑的建筑师是狂热的埃及粉。每年的庆典活动就可以看到这一圈全都是人。2层也就是这些东西。对，2层主要就是为了让你看这个纵深感。顺着楼梯走了下来，接着往地下室走。地下室有一些展览，还有他们当年用的这种大篷马车。这个是复制品，这个应该是原来的吧？就看这个历史感，像是当年的。可以看到这个马车里边，当年他们就是这样的布置。这边有一些雕像，有一些画。红的吧，小废孩奴隶，卖的吧？他们没看见有标价，也不好说是不是卖的。就在这儿能看到他们那个画室的名片，你可以委托这个画室去画一些你想要的东西，或者说你买他们的某一个作品。底下这个应该是画师的介绍版。就是应该这一片作品是这个画师的。这像十字绣一类的东西，绒的，底下毯子织的，能看到织纹，这个好看。
这应该是原件，这是那个火炮，后面还有他们那个长步枪，那都是当年他们迁过来的时候留的一些东西。看到一个油灯一样的东西，这个就是承载着那些荷兰先民他们文明的信仰象征。定期有人往里续那个灯油，从1938年一直燃烧到现在。这儿还放着音乐。这个雕塑很有意思，它上面是3头非洲水牛，有那种从河里出来的这个动态，下面埋在土里的野牛骨头，象征着自然生生不息。这里有几个展柜，里边就是他们当时那些荷兰先民的用具，报纸、书、牛角的号，还有羽毛笔，这么厚的不是法律就是圣经。这是弹药吗？当然那个长猎枪的弹药。或者说这个可能是关他们帐篷的。我觉得不像，他们那会儿子弹好像没这么大。不知道呀，如果有知道的小伙伴，可以麻烦弹幕或者评论告诉我们一下，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。纪念馆外的台阶上有个奇怪的雕塑，旁边的介绍说这是一个长椅，造型灵感来自于荷兰布尔人的经典甜点库克西斯特。这个台阶两边全都是芦荟，这个时候正好是南非芦荟开花的时候。停车场中间那儿有一眼喷泉，那个喷泉就是和先民的那个碑一模一样，地下一漏那个。除了这个博物馆的主楼之外，往那边去还有他们荷兰先民的那个扎营的那种小马车呀、小棚子呀，往那边走还挺大面积的。我们其实就是凑个热闹，也就不往那边去了，该去比勒托利亚市中心了。南非有3个首都，我们所在的是行政首都比勒托利亚。南非联合大学、总统府、政府部门和各国大使馆都在这里。我们一路往市中心进发。前面这个小巴就是南非的公共汽车，他们一般比较普通的穷一点的黑人坐的公共汽车就是这种小巴，全是私人的。垃圾车就这么运垃圾。这块是比勒托利亚的自然博物馆，门口这个大鲸鱼骨架是经典。市政厅前的骑马雕像是荷兰布尔人的先民领袖，前面站的雕像是他的儿子，南非德兰士瓦共和国首任总统。这是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旧议会厅。比勒托利亚的市中心有很多建筑都是以前荷兰殖民的时候建的，然后现在很多都已经作为普通建筑或者说废弃了。教堂广场附近有很多流浪汉。这个草地上很多的啊，你大家可以跟着你在场地睡觉。这里我们都是车关，因为这边治安非常不好，很多黑人的流浪汉抢钱或者小偷。这个是当时的最高法院，现在是普通的一般性法院。这是南非现在的储备银行，正在重新装修，相当于咱们中国的央行。联合大厦附近能看到这种小别墅，很多都是买个别墅插个旗子，就是据说这儿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大使馆是自建的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非比勒托利亚的联合大厦，也就是曾经的总统府。我记得10年前我们来这儿的时候，当时的南非总统是祖马，就在这里边。据说有5个媳妇儿的总统。这块是一个非常好的观景处，能看到整个比勒托利亚的城市景色。这次来感觉比勒托利亚的城区有了挺大的变化。老城区这边看起来楼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是顺着往右边看，新城区有很多高楼大厦都还在建，发展的还是挺快的。现在在联合广场前面的这个雕像是曼德拉的，我记得10年前我们来这儿的时候还不是这个，就我们2013年3月份来的，他6月份换的。之前那个雕像是比勒托利亚的一个总理，那个人以前挺致力于黑人解放运动，后来换成曼德拉的，就一直到现在。这个雕像显然比之前那个要大好多，巨大了很多。这儿有一个纪念碑，上面有2个人牵着一马，这个1战和2战2次世界大战的纪念碑，就是说南非这个国家虽然不大，可是2次世界大战都参加了。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，左边是1战的年份，右边是2战的。我本来以为冬天这个时候来南非就基本上看不着什么花，结果发现冬天这会儿不仅是芦荟开花的时候，还有很多这种小花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，特别漂亮。
下面的草坪说我们最好别下去，因为底下有很多流浪汉，他可能会抢你东西。上面一个什么组织在这拍合影。有一个妹子会说你好，然后就跟我打了个招呼，我就跟她回了个你好。在这个公园的右侧有一个大炮，那边也有。底下那儿有一堆就是搭的棚棚，据说这是哇，现在底下警铃大作，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。据说这个是一个组织，这个组织他们是打着南非原住民的旗号，要求南非的政府给他们偿还土地，说你们现在占的这块土地都是我们的，经常是在这儿举行抗议。底下好像还有一些文字的说明，他们白天在这附近上班，到周六周日休息日就会上这儿来闹事儿。这是兼职，兼职闹事儿也是对了。有警车在这守，治安好了很多。他们要是赶紧把他们的治安弄好点就好。据说比洛托利亚是黑人和白人的比例是1半对1半，但是白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那个社区范围内，而市中心大多都是黑人。看好加上那个围墙啊，围墙包括上面还有电网，这里这样的。这个还不是豪宅啊，真正的豪宅在约翰内斯堡那边。豪宅的话，那边围墙里面看到树，都看不到房子。这个是一般性的，不算豪宅。黑哥们儿摆后造型，都不知道他们是喜欢中国文化，还是歧视中国人。奔驰的公司在这个楼上有个大标。之后我们就要回到约翰内斯堡，入住一家非常有特色的酒店。一路上都能看到这种烧荒的，现在冬天正好是他们烧荒的时候，这边是已经烧完了。这一片应该是一个黑人区，都是铁皮房。我们的山庄酒店到了，这门口的小黑人雕新啊。Mystic Hill。我们这次还是和上次一样，入住了这家叫神秘山庄的特色酒店。这个茅草屋的小酒店，茅草的根茎，它会散发一种昆虫能闻到但人类闻不到的味道，可以驱散昆虫。据说这个房子里它会没有蚊子。这个房子非常有原始的风貌，这是一扇非常朴素的木门，它有一个非常朴素的钥匙。进来之后，藤编椅子，但你别说，这椅子坐着还挺舒服。房间里面也是特别有那种原始的粗犷感，比如说，你看这种很粗糙的墙，灯是盾牌加长毛。南非这边酒店床都特别高，你看我站在这儿，床已经到我的屁股这个位置了，往床上坐的时候就要蹦一下。但是床还是挺软的。看这个房顶，高。他们的保险箱就这样明晃晃的放在明面，而且那么小。笔记本什么的就别指望往里放。这个是他们酒店特色的包装，然后看起来特别可爱。这次的是小面包干，我们上次的有点像姜饼，这个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我们来尝尝这个，摸起来挺硬的，像是面包干的感觉。有一颗葡萄干。挺脆的，吃起来并不觉得太硬，甜度对于中国人来说挺好的。它是酥的那种吗？对，酥的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吃。绿茶，这个像是迷迭香茶还是什么茶，不知道。咖啡，他们给的是纯奶，全脂牛奶，是这种立方的小奶盒，我们要通通都拿走，通通拿走。它给2个水，2个不同颜色的盖，白色的是矿泉水，蓝色的是苏打气泡水。我们全程住的这些酒店，据说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免费的。2个房间用1个电的热水器，别洗太长时间，要不然这个热水不够用。最近可能是因为住的人多了，用电紧张，它就会出现停电的情况。我们进来就第一时间先把所有的设备都充上电。这个酒店很方便，它这边的插销可以直接插国内的插线板，不需要转换插头，有一个大南非眼的插头，旁边这有一个普通的插头，大片的就可以直接插上去。可能是因为南非这边有很多中国产的电器。鸟叫声好像是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是人装的呢。出来溜达。呀，这是什么？抱个树。这个有点意思。这小水缸感觉好久没清了，更仔细。这儿其实更多的还是独栋的。对，上下楼的好像没那么多。这就是像一个小迷宫。它是另外一片区域。这
这上面有好多铁钉子，防止猴子。哎，对，有可能，对对对，据说这酒店以前有猴子，经常是你早上起来猴子来敲你门。最近这几年就没有猴子了，可能是跟这些防护措施有关。野生猴子可能会携带狂犬病毒，你要被它抓伤了特别麻烦。这间可能是我们上回住的。它这羚羊做的还挺真皮，还有鸡鸡和蛋蛋的。哦。哎，这儿有一个离着比较近的那个鸟窝啊，这个非洲特色的知巢鸟，它们会把树叶编成这样的巢，只留这一个洞口朝下，比较安全。我们在这个巢里发现了一颗蛋，咦，2只，有好多野生的鸟和动物。这就是刚才那个奇怪的叫声。这个酒店你看没有，真的好静，如果没有人说话，你听到全是鸟叫声。这像是一个温室，咦，石头河马萌萌的，好大一条鱼，好大。这个酒店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，树上面有那个标签，会告诉你分布在哪个位置。别看我们上次也是住在这个酒店，但是我们俩特蠢，就在房间里洗洗涮涮歇着，可老实了。等到6点钟出门去吃饭，吃完饭回酒店蒙头睡觉，根本就没逛。所以这次我们绝对不能再犯这种傻了，趁着天黑之前赶紧来逛逛。900多，这里边到底有多少客房啊？它这个酒店就是主打一个原生态，基本上都是各种非洲土著的这种文化在里边，挺有特色。哎呀，这个围棋，好怀念呀！对呀，当年我还很嫩的时候，我在这儿拍过照片。这个是当时的。当时我在这儿拍过。曾经就这样，现在再来一回。唯一的区别就是我老了10岁。我们再歇会儿就准备去吃了。这是明天有会议吗？你看，矿工国家联盟庆祝40周年。我记得那次这个柜子里放着那个绒线的那个小人，现在柜子里展品变了，这个小人还在。小伙子，你还在这里？这个长颈鹿的这个门还是这样，还有这个大象牙，就仿的，不是真的，这是金属的，还在呢。啊，这个。装这书封皮儿的时候，就拿这个拧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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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拧，就能拧紧了。那现在其实这个能拧，对，它还能用。那个时候线装书，它外面那个硬面不是皮的嘛，它要粘上，然后呢就把这书搁这里边，然后转给它压死了。里边纸是真的，外面这个是铁的，10年了还在这儿。曾经这个屋里的墙是这种，就是特别原始的那个石头垒的，现在这个墙都变成白泥灰的了。而且画儿什么的也都变了，10年还是有一些变化的。对啊。这块区域就叫 Elephant。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吃百寿宴，餐厅就在我们所住的酒店内。在我们吃百寿宴的这个餐厅的楼上，周围有一圈铜像。好像是南非这边的一些历史名人，底下这儿都有牌子介绍，1795年到1866年，看起来像是个部落酋长。这位是最有名的，这是曼德拉。百寿宴并不是吃100种动物，而是能尝到南非一些非保护类的野生动物的肉。百寿宴的烤串现场全是大肉串，它呢是合法狩猎，猎人打什么咱们就吃什么，大部分就是羚羊啊、野猪啊，可能还会有一些斑马肉啊。每天的餐盘是不一样的，听着很好，不好吃，但是你来一回一定要吃，因为你在国内吃不到这些东西的。这个就是今天的菜单。卖酒的小哥来这儿推销酒。桌上已经摆好了沙拉和各种酱，蜂蜜面包。这应该是南瓜汤。是南瓜汤，真的很好喝，略有一点点甜，它味道调的挺重的。这个南瓜汤的咸度稍微高一点点，喝这一碗感觉还行。南瓜汤里边黄油不少放，对，你能喝出特别浓的黄油味儿。这个就是黑人的传统食物富富，什么味儿都没有，吃着特别黏。据说要拌着那个番茄酱，它这个番茄酱好像是熬煮的那种，我以为是快餐的那种番茄酱。夫妇裹上这个也没好吃到哪儿去。我们换了个铁盘子，这个铁盘子是烫的，是为了放肉用的。这是鸡肉、鸡肝、羚羊肉丸。OK， thank you。这个是大羚羊的肉，当地人管这个玩意儿叫咕嘟，因为有很多中国客人来，他们都学会了这些肉的中国叫法，所以服务员过来就会告诉你
加羚羊。然后这个羚羊肉肠，壳烤的比较硬，不算太咸，很松软。味道给一个评分的话，7、8分吧。我刚才吃了鸡肝，哦，好咸呀！啊，是挺咸。OK， 羚羊肉，从切的刀感就感觉很老，中间还有筋，咬不动。还是很咸，他们到底抹了多少盐？给我切的这个稍微红一点，就没有那么老，就还是要生一点才行。我这块没有那么咸，还好。这心儿里没那么咸可能。旁边还有一个看起来有点筋还是什么，这个就咸了，只要靠边了就咸。他说是 Samos 咖喱饺，但是它不是咖喱的，就这比那个烤肉好吃。我发现这就是那个麦当劳羚羊。所谓的麦当劳羚羊，就是屁股后面有一个 M 型，而且那种羚羊因为数量特别多，肉食动物最多的选择，就戏称为他们是这些动物的麦当劳。麦当劳感觉怎么样？死硬的。我这麦当劳不合适，比刚才这羚羊肉还硬，就是你看这个纤维组织。这就是著名的鳄鱼肉。我把鳄鱼肉切开了，可以看到左边那晶莹的蛋白质的感觉，晶莹剔透的那个其实是软骨，瘦肉的这部分也不柴，有一点嚼劲儿，口感非常好。这个斑马肉好像是刚烤好的，看起来好像也挺柴的。这个没有那么咸，有点柴，但是细嚼起来还能有点香味儿，味道比较特殊，和之前吃的肉味儿都不一样。我现在的表情就跟他一样，咸。这个小哥是刚才来这儿推销酒的，这会儿又跑这儿来溜达了。所有的肉都尝过一遍之后，我们认为最好吃的是面包，就是我们今天吃到的那些个肉。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特别空，现在基本上也都快坐满了，而且上面看到都是当地人。在南非能吃百寿宴的饭店只有几家，喜欢尝鲜的当地人也好，还是游客也好，他们还是会选择这里。尽管据说这2年他们的生意已经有所下降了，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饭点的时候，依然算是高朋满座。我们吃完了百寿宴，准备回客房休息了。